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今天来讲一下腿和脚。我和很多粉丝朋友们都沟通过这个问题，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腿和脚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常见的这个腿脚就感觉特别的沉重，就像绑着两个大铅块一样，就走起路来特别的吃力。特别是很多朋友上下楼的时候，这个腿上就感觉得不上劲，而且呢，腿脚一旦开始不好了，你会发现这个寒就从脚底开始往上冒了，不仅是脚凉、膝盖凉，而且很多朋友这个胯还打不开。有的朋友用4个字来形容，叫做上热下寒，上面热乎乎的，但是下面就感觉放在冰窖里面一样，特别的冰凉。咱们一定要记住，腿和脚它的肌肉占比占到我们全身肌肉总量的60%。如果你的腿和脚开始出现了寒冷感觉到沉重有力气用不上，甚至整个人感觉变懒了、变累了，那么接下来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早一点把这个问题就把它扼杀在摇篮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记住，腿和脚一旦不好了，你的整个身体的气血循环就已经开始出问题了。那么慢慢的往后，你的腿和脚慢慢的就会用不上力，甚至到后面很多的一些包括我们结构上面的一些问题就会出现。那么在这里呢，咱们不过多赘述，我们只分享方法，教大家怎么把这个问题给它去解决。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只要坚持去做，你会发现你的腿和脚逐渐开始升温了，变暖和了，而且只要坚持去做，你的经络能够完全的打开，同时走起路来就像生了风一样，特别的有劲。那么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其实说起来非常的简单，就是去拍脚。你没有听错，以前很多人听过一句话，叫做每天拍拍手，活到99。这个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拍脚很少有人去做。但是我告诉大家，只要你能够学会拍脚，你会发现这个腿脚特别的棒。话不多说，直接开始讲动作。所有的家人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一起来看动作内容。那么现在呢，来给大家展示拍脚的这个动作。拍脚这个动作非常简单，我们可以选择2种方式，一种就像我一样，选择一个大的这个椅子，我们往上一坐，好，坐上去以后，人靠上去，把我们的腿抬起来，用我们的手，你看抱着我们的腿部下方，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我们的这个腹部发力。好，抱住了以后，把我们的腿一定要记住，把它分开来，只有把我们的胯给打开，你看我们的脚心对在一起，这样的感觉。然后怎么去做？把你的脚尽可能的往外2侧延伸，伸开来以后拍看一下，非常简单，就把脚底拍在一起。每天坚持去做，不要小看这个动作，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有的朋友说，老师你做这个动作有点俗有点滑稽，但是我告诉大家，只有真正做过这个动作的人才知道这个动作有多棒。我们简单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腿往外伸的时候，你注意看我这里2个肌肉是暴露出来的，你感觉是拍脚，其实是连我们的腿部都进行了锻炼。而且你经常这样做的时候，你手放在这儿，你是能明显的发现你的腿在一开一合之间，它是有一个明显的发力感觉。就是看似一个简单的拍脚，就是把你的腿上的肌肉都给运动到了。除此以外，你要知道脚底上面有很多重要的点位，我们就不说这根地筋了，就讲讲咱们脚底的涌泉。寒从脚起，从哪里？就是从涌泉。所以呢，我们涌泉这里每天去拍拍开，把这个地方给拍开，稍微用点劲。为什么呢？因为脚底很厚它不怕，所以用点劲把这个地方给拍开。每天做上30下、50下，不仅是脚底发热，很多朋友做完以后，额头上面都会发热，后背都会发热。所以呢，你坚持去做一做，把它作为一种锻炼去做。咱们有很多朋友说老师，我跟着你去做，我做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朋友他这个腿分不开这个胯打不开，这个腿上这个脚就这么放着拍不了，怎么办？用你的脚去撞击你的内足踝。如果你做不了的话，你就这么去做把脚去对着你的内足踝这么去拍这么去拍，这个就是下侧下侧。能去做的，我们能拍的，我们这样去拍，拍不了的，我们脚就这样去拍。然后呢，每天没事的时候，除了我们拍足踝以外，我们把腿再怎么样去压一压，就这么去抖一抖，压一压，身子往前身子往前一倾，压一压，把腿压开，一定要把我们的胯给打开，因为腿脚的根在于胯。我们不只是一次在视频当中给大家讲过，把这个胯给打开，左右脚都做
坐着把这个胯打开就非常的棒。所以呢，我们脚底拍完以后，如果说你做不了，你就拍我们的足踝，每天再开个胯，额外加一个动作。然后呢，我们躺着怎么做？躺在床上啊，整个人躺在床上，把我们的腿伸起来，臀部下方垫2个枕头，然后把脚就这么运动就行了，躺着就可以去做啊。所以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做这个动作型，我们可以30下到50下为一组，每天你感觉一组不过瘾，你就做上个2组、3组。坚持做一做，你会发现整个状态不一样，腿脚逐渐的开始有力气了，而且腿上的肌肉的线条这种感觉你都能感觉到出来。这个动作非常棒，现在就分享给大家。所有家人朋友们感觉这个动作好的，一定要记得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关注，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并且动动你的手指，把咱们的视频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你只有自己去实践了，才知道这个动作的可贵之处。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而且脾胃只要越不好，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麻烦就开始不断的咚咚咚敲你的门。咱们要知道以前的人把脾胃认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你的脾胃常年不好，那么我们进去的东西它就没有办法转化为能量送到我们所需要的地方。同时呢，你不论吃的再好，你因为脾胃不好，它无法送进去，它也是转一圈就出来，而且有很大的可能就进去的东西它沉在这儿，它不走了，慢慢的会让你的脾胃它的工作状态会越来越不理想，逐渐的它就开始给你闹情绪、闹脾气。有的朋友会感觉到酸有的朋友感觉到胀反这些都是他闹情绪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脾胃不好，咱们能趁早就趁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道家的绝活是什么？叫做5门强脾法。说白了就是脾胃上面有5道门，咱们一道一道的把它解开，那么你的脾胃就会开始逐渐的强壮。那么这个方法在以前是不对外的，但是在今天咱们把它分享出来，会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您如果有缘看到了这个视频，一定要把这个方法收藏下来。好的，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来讲解动作。那么我们首先先讲一下这个动作的口诀，叫做上3下2左右各4。那么这个口诀是围绕哪个点呢？就是我们的肚脐我们先用我们的手指住我们的肚脐，然后呢我们顺着往上走3指，这3个指头的位置就是我们的上面3指，上3这个地方呢，它就是我们的上门你看，去左右转一转，左右波动波动，上下波动波动，你别用力身子也别这么弯着做，整个人要挺起来，你这么慢慢的拨，一会儿你会在里面拨着一个小钉子，这个小毛钉是什么呢？就是困着你脾胃的钉子。我们慢慢的渗透进去，你只要感觉到有硬邦邦的这个小钉子你就开始骑在它的身上，怎么样转上一个20下，多一个不要做少一个也不要做，就20下。做上20下以后，不管你做的尽不尽兴，咱们手拉开。为什么？你记住，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为什么咱们做20下呢？就是因为你做多了以后，反而它给你带不来好处，而你做多了以后，很可能会给里面带来一些不好的。我们就20下，你一定要记住，是骑在这个小钉子上面，你再开始算数20下。做完20下以后，我们再开始找什么呢？叫做下2，上3下2。你看，这是肚脐往下2指的位置，注意看，我们手点在这儿，整个人微微的往后，小腹微微的向内收紧。先怎么样？一样是左右微微的波动，上下波动，左右波动，不要用力。逐渐的，当你感受到里面有这个小钉子的时候，咱们点住它转下2，去找到它硬邦邦的你看就怎么样？点住它20下转，顺时针逆时针无所谓，这叫下2。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找左右各4，怎么去找？你看，2个手的食指指住我们的肚脐，另外3个手指并拢，那么我们小拇指的位置就是左右各4，一样的把我们的手在我们的小拇指里面去怎么样点进去，先微微的波动，找到了这个硬硬的这个像绳子头一样的，我们就怎么样顺着它转20下不要多记住转的时候一定不要直着往内，而是斜着往内。就找这个方向，整个人坐直很容易你就能找到。
把这个地方解开了以后，我们这4个门就打开了，东南西北。那么有的人说，你不是说开5门吗？大伟，那4个门打开以后，还有一个门在哪里呢？还有一个门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肚脐。肚脐这里你记住了，一定要放一个叫定海神针，我们把它放进去。这个定海神针是什么？你一定要记住，我们讲的人有3宝，精气神，它分别为3个圈啊。你看神在这儿，那么气在这儿，精是负责我们下面，是在下方。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你记住了，以前在我们小的时候，一个袋子从这里下来，那么好的东西都顺着它进来的，进来以后靠谁？靠脾宝和胃宝。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啊，脾宝胃宝叫做气血生化之源，它掌管的是什么呢？它就是气。如果你的脾宝胃宝都好的话，你的气足血足。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放一个东西进去。这个东西啊，人人家里面都有，我直接给大家去说啊。咱们准备花椒6到7颗，桂圆肉1颗，再加上艾绒1小撮，把这3样配比好，放在研磨罐里面，把它捣碎，加入适当的蜂蜜，搓成1颗1颗的小丸子，就把这个小丸子放在什么呢？我们的肚脐当中，一定要记住把它封盖好。因为肚脐这里啊，它不是嘴巴，它不是靠吃把它吃进去的，而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味道的引导，就像小时候这个袋子一样，怎么样把它引导进去？引导进去以后，靠哪里最近？就是靠着脾胃。所以这个地方进去以后，就直接会找到脾胃，用这个味道去把我们的脾胃怎么样，逐渐的起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3样，无论是艾绒还是桂圆肉还是花椒，都是什么？都是属阳的。而我们的脾宝胃宝在它弱的时候，它是状态是怎么样呢？它是阴的，它是冷的，它是湿的。所以这3样东西一定要放进去，同时记住了，这个小丸子还要在我们的脚底的涌泉各放1颗，我们每天放3颗。有的朋友说啊，老师你说的这个方法非常好，但是我自己没有时间去做怎么办？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们去选择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会踩了坑，为什么？原材料没有找好，或者自己做的麻烦，自己做的规格不一样。那么大家如果说相信大伟的话，你们可以选择我们师门当中自己去做的肚脐贴，我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就是我手上拿着这盒肚脐贴，它来自于我们师门当中。为什么说咱们的师门肚脐贴和其他肚脐贴不一样？你打开盖子就知道，咱们之前讲过，肚脐这里它是靠味道引导的，它不是靠嘴巴，所以盖子一打开，咱们轻轻一闻，闻到里面的味道，你记住啊，到手了以后盖子打开，先不要怎么样把它气露出来，直接鼻子放上去一闻，这个时候闻的味道是非常纯非常正的，这种味道你一闻就知道，味道是骗不了人的。除此以外，我们的肚脐贴它每一贴上面都怎么样包好了这个封纸，因为我们讲过是味道，所以呢外面还封着一层油，所以你们到手了以后看一下会有一些油迹，为什么呢？就是把味道能更好的保存在里面，能保存的更久。那么我们从里面拿出了这盒肚脐贴以后，用它送的这个小封纸，我们把它直接贴在我们的肚脐上面就可以了。操作起来啊是非常的简单。如果说咱们感觉到平常脚上面也冷，我建议大家把脚底的涌泉也贴上。涌泉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住什么从脚起，我相信大家都有答案，就是从涌泉这个地方，我们的冷的这些气都会从里面进去，把涌泉这个地方在睡觉之前封上。那么肚脐贴咱们什么时间去用呢？我们晚饭吃完以后就可以把肚脐给贴上了，然后睡觉之前我们把脚底的涌泉给封上。这个肚脐贴呢，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去用，比如说有的时候说话多了，感觉自己气不足了，或者有的时候也感觉这里有一些好像隐隐的有一些不好，那么我会把这个肚脐贴贴在这里。我用了一段时间，其实从我的感受上面来说，前面3到4天可能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感觉，但是到了第4、第5天以后，这一圈就像升起了小太阳一样，2个脚底就像踩在小火苗一样，感觉是非常的棒。大家记住，肚脐贴一定要选择什么呢？材料包括它里面的像艾绒、桂圆、花椒，我们这里面除了以上这3种以外，还增加了陈皮、白芷和生姜，一共有6味。所以你这个材料你用的一定要正，好的材料把它做好了，工艺做好了以后，你放在肚脐当中用一段时间，配合我们的另外4个门，你用起来以后就会发现不一样。
大家好，我是大伟。中老年人如何快速的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你的免疫能力强弱和你的运动之间是否有着直接的关系？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心中的一种疑惑。那么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嘛，他是从小身子就弱，一些小风小寒一到自己身上就容易着了道，麻烦是咚咚咚不断。那么年轻的时候火力壮一些，还能说得过去。年龄越大，发现这些问题这些麻烦越来越多。这个免疫能力弱了以后各种各样麻烦来找自己特别的心烦，怎么办呢？那有些朋友就尝试运动，结果一发现，运动完了以后还不如躺着呢。一运动反而身体越来越弱，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问题上面，就要讲一句话，大家听完就明白叫做3分念7分吃。年龄大的中老年人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你的钙质在流失，你的肌肉含量在流失，那么你的免疫状态也不如年轻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牵扯到一个答案，就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吃得进去吃得进去很重要，而且你怎么去吃什么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吃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钙质的补充钙质的补充这个就不用去说了，对吧？你的骨骼是否坚硬都需要钙。那么钙的补充有哪些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里面用那个晒干的这个小虾皮。这个小虾皮我们每天炒菜的时候多放一些，汤里面放一些。这个小虾皮它的钙质含量非常的高，甚至咱们有的朋友平常喝奶的时候也可以选择驼奶，或者呢就是把这个小虾皮打成粉去吃，这种都是很有效的去提高我们的钙含量，并且每天没事的时候都晒晒太阳，这个是增加我们的骨骼硬度。你所有的走路运动都需要我们骨骼能够承担这个力，所以骨骼放在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的蛋白质摄入够不够。蛋白质摄入一旦不够了，你会发现各种各样问题就会来找你。为什么呢？因为蛋白质是我们基础组成的一个部分，你的蛋白质摄入一定要足。我们每天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们自己学会这个计算公式你看你的体重假设是50公斤，我们乘以一个 1.2 的系数就是60克，那么每天摄入60克的优质蛋白就行了。注意这里是优质蛋白。什么叫优质蛋白？比如说你们吃的鸡蛋，鸡蛋当中含有6克的优质蛋白，那么还有这个鱼虾奶鱼虾肉奶蛋嘛，这几样都是含有优质蛋白的，所以优质蛋白我们要摄入足。你看为什么要摄入蛋白质？就连我们的头发你看这么一摸，这个里面都有充足的角蛋白。咱们自己平常去大房子这边滴一下，然后呢拿一个小单子，小单子上面后面后缀都会有很多的蛋白。蛋白质特别的重要而且呢你的肌肉的合成都需要蛋白。人往上走了，50岁以后，你每年肌肉会往下走3%左右的一个流失这样的流失的速度。那么为了减少它的流失，我们一个呢是要补充蛋白质，二个呢就是要去练。所以蛋白质这个环节当中很多人摄入不够的，而且很多人他的蛋白质补充并不是靠优质蛋白，他是吃什么？他是去吃这个像这个植物蛋白比如豆制品，豆制品当中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但是植物蛋白所含有的氨基酸它是不如这个优质的这个蛋白质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平常像鸡蛋像奶类奶类的话，这里为什么单独讲奶类不讲牛奶牛奶很多朋友他是不耐受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吃驼奶，可以吃羊奶，这种它的分子比较小，我们比较好容易进入到自己的身体当中转化为能量。所以呢还有呢像这个肉类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稍微瘦一些的瘦一些的肉类，鱼虾这种都是优质的蛋白，咱们可以去吃。然后接着往下去走，就是蔬菜和水果这个自由搭配。现在咱们生活水平好各种物流也非常方便，想吃什么自己只要搭配均衡就行，千万不要去挑食。好，饮食这里呢给大家说完了，紧接着咱们就要去讲动了。那么运动为什么有的人是越练越强，有的人是越练越弱？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要去知道，当我们在进行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呢在运动完之后是走一个下坡路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咱们有很多的人他是常年不怎么运动的，突发奇想一下然后就去运动。
运动完以后呢，即便他把自己运动完以后把衣服裹紧了不让自己的毛孔张开，不让小风小寒进入身体当中，依然在第2天或者第3天，甚至第4、第5天以后，就开始了比如说感冒有一些咳嗽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你在运动完以后，你身体当中的一个免疫能力你的免疫水平是在走一个下坡路，然后在第2天、第3天甚至第4天的时候，都是在处于一个低谷当中。什么叫低谷？这是你的正常状态，这是低谷。那么在达到第4天、第5天以后，它会慢慢的回升，回升上去以后，它就会高于你原先的状态。所以运动这个东西它不要什么呢？不要过量。第2个就是你要去坚持。前期你的运动如果说越来越过量，超出了自己身体的负荷，那么在接下来的第2、第3天，你的免疫状态会拉到低谷，非常的低。这个时候是你非常虚弱的状态，虽然你可能自己没什么感觉，但是事实如此，你的免疫能力低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一些公共的场合当中有一些不好的这种小的一些不好的东西进来了，那你很容易就遭受它的一个感染。所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运动强度给降低，同时去坚持增加它的一个频率。我们1周做个5次1周做个4次达到一个固定的频率去坚持去做。千万不要以为我练1天我就怎么样，有这种想法不可取。所以呢，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的运动非常简单。第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做超慢跑，超慢跑也非常简单，在家原地小跑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拍手，每天拍手，把手往上拍，后背拍，就这么站着这么拍，非常简单，站着，然后手拍过头顶举上去，再在后背拍，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第3个呢，就是我坐着给大家演示的，就是手上，你看手一捏，这里有个高点，高的点叫什么？叫做合谷。合谷往下走这么一条线，我们称之为什么呢？手是身体的缩影，里面它对应的是我们的5脏。所以呢，我们用这条线对应的是脊柱，就这么转，每天早上去转。早上睡醒的时候就这么刮，手捏紧了，然后就这么刮左右手交替，每天50下到100下，100下到200下都可以。额头后背会发热，有了这种发热的感觉就行了。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教给大家的方法。那么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其实也非常简单。首先就是吃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它是原材料。衣服破了一个洞，你不可能拿一个铁皮把它补上。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就是你这个衣服是布的，就拿布的；是绸缎的，就拿绸缎的，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的原材料进来要足。那么原材料就是靠吃。吃完了以后，那我们还要去动。动的话也讲了很简单的动作，比如说我们之前分享到这个超慢跑的动作。大家可以看一下往期的视频，超慢跑就是居家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上下拍手，手上下去拍，站着去做就可以。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手上的一个锻炼动作，每天都可以这样去做。只要你这样去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状态、你的免疫能力慢慢的就开始往上走了，往上去拉伸这是一个需要坚持的过程。所以听到这里，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极强的意识，就是要知道吃是在练的前面的，但是你并不是一味的吃就行，吃和练一定要综合起来，这样才能充分的把我们的身体的状态给拉伸。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干货知识，希望大家喜欢。如果说你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那么你把这个视频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没关注的记得关注我微博，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